在最近，新加坡防长似乎不小心泄露了一些天机。新加坡国防部部长黄永红在议会公共采购委员会会议上对其他议员论述采购美制 F-35 的必要性时，他说，最近美国使用他们的 F-35 来定位和识别俄罗斯部队在乌克兰的地对空导弹基地，这些信息已与北约国家共享。这下一时激起千层浪，国际军事评论家和媒体都非常惊讶。因为在之前一直在猜测的俄罗斯损失众多战机的原因，在今天似乎真的浮出了水面。那么 F-35 究竟在俄乌战场上以何种方式作战，又为何采取这样的方式呢？今天的视频，火力军带您详细解析。实际上，本频道或者其他 YouTube 军事评论频道在提到第5代战斗机的时候，往往都不会在其电子战能力上多着笔墨。这是因为电子战能力往往是虚无缥缈的，对比其隐身性能更好、雷达更强、导弹更远来说，电子战能力是一个不太好找真实案例的能力。对于 F-35 来说，我们能知道的也就只有别翼公司为其研发的 AN/ASQ-239 梭鱼电子战系统的基础架构。即该系统配备的射频天线分布在机身各处，可以为 F-35 提供全项的电子战能力。同时，这个能力也是美军马赛克战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其需要指挥中程僚机系统，并且要为中程僚机系统指示任务目标，所以 F-35 就因此获得了超出其他同时代飞机的电子战能力。这个能力代表着什么呢？比如说，按照以前一些专职电子战飞机来推测 F-35 的电子战能力，它至少具有以下几个功能。首先就是电子战的最基础功能，干扰敌人雷达和导弹，让其雷达显示屏上出现欺骗性假目标，或者使用干扰功能让其导弹脱靶。同时，假目标也可以欺骗敌人的空中调度，使其误判当前空情，让己方兵力形成多打少的优势，从而左右战局的走向。其次，电子干扰还能干扰敌方通讯，使其无线电通话和数据链出现故障，从而破坏敌战斗机和 AWACS 之间，以及敌战斗机和战斗机之间的通讯配合。这对于空战而言是莫大的帮助。对数据链的干扰会直接掩护已经被发现的己方目标，使其避免因为 AWACS 的探测而被空导弹射击，而破坏敌机之间的通讯配合，可以让一个完整的训练有素的编队瞬间变成一盘散沙。玩过空战游戏的观众们应该都知道，在空战中主要讲究一个信息的胜利。在二战视距内空战的情况下，人眼的视野只有水平190度，垂直175度左右。很多时候，自己身侧和后方的视野由于隧道效应的影响，很有可能无法清晰判断。这个时候，僚机的通讯告知和视野补盲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而在超视距空战时期，因为各种不可知的因素，或者干脆就是运气的原因，很有可能僚机发现了目标，但是长机没有。在现代战机上，数据链的存在就是为了把一个战斗机群内所有看见的目标进行共享。而如果通过电子干扰切断了数据链，也让长机僚机无法通讯，那么他们只能各自为战，其作战效能将大大下降。最后，电子干扰还可以进行目标探知，通过获取并检测敌机传来的电磁信号，智能的电子干扰系统可以做到边干扰边获取，即在干扰的过程中，智能获取敌人的电磁信号，并且进行分析，这样就能获得包括敌机机型在内的一系列信息，从而让敌军陷入谁在打我，我在打谁的信息不对等之中。而己方的空军作战单位就可以针对性地进行排兵布阵，先挑软柿子捏，再集中打击作战能力较强的剩余敌机，从而获得空战的胜利。从上述描述可以看出，电子战能力的强大是空中交战乃至空对地交战的重要战力倍增器。可以说，有了出色且完备的电子战系统，我方飞机一架可以当2架来使用，让战力上升一个台阶。这并不是妄言，而是有切实的战力。比如说，在海湾战争时期，美军就出动过包括 EA-6B 徘徊者、EF-11A 乌鸦以及 EC-130H 指挥呼叫在内的多种电子战飞机，展开了代号为白雪的电子战行动，几乎完全瘫痪了伊拉克的防空网。这一点是联军后来的空袭行动成功的直接原因之一。
因为伊拉克的情况和俄乌战争开战前的乌克兰比较相似，双方的防空系统皆为技术水平不够顶尖，但是绝对数量庞大的情况。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大胆猜测，如果当时不执行白雪电子战行动，那么联军的空袭行动绝对不会像预定的历史中那么顺利，甚至有可能打得和俄乌战争中的俄罗斯空天军一样，蒙受巨大的损失。根据乌军战报、俄军损失情况以及最近新加坡防长的演讲，我们可以勾勒出一些 F-35在乌克兰战斗的情况，也可以填补火力军之前一些结论的疑点。相信关注火力军视频的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对于俄罗斯接连被击坠2架 A50U 预警机以及被击伤1架图 2M 空中指挥机的情况，火力军得出的结论是，乌军有着相当程度上的电子干扰，再加上俄罗斯雷达系统的惯例虚标，最终 A50U 不得不深入乌克兰领空以身犯险，以获取更多的空中视野。那问题的关键在于，究竟是何种干扰源对 A50U 造成了如此之大的干扰呢？因为我们要知道，虽然苏联技术比较糙，但是这种粗糙带来的往往是在一些偶发情况下出色的抗干扰能力。虽然 A50U 的探测距离不佳，但是由于其雷达绝对功率较大，想要有效干扰其雷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反观乌军这边，并没有合格的电子战飞机能和俄军的预警机相抗衡。而如果使用地面干扰源，则会因为复杂地形的因素，电磁波先被地形干扰，才能传递到被干扰目标上。这就导致了地面干扰源功率不仅要大，还得非常接近，才能干扰到空中目标。而我们以亚速海附近控制区为例，完全可以发现，乌军并不具备将大型地面干扰源送进俄军控制区，配合防空单位或者战斗机，打掉俄军预警机后还能全身而退的能力。所以这个干扰了 A50U 的干扰源一定是来自空中的电子压制。其实关于这个神秘的空中电子压制有着很多种的说法，但是这些说法只有俄军的战损和乌军的战报进行佐证，并无可靠的消息。所以新加坡防长所透露的信息就至关重要，那就是 F-35可以并且已经标记了俄罗斯部队在乌克兰的地空导弹阵地。当然，很多人，尤其是俄罗斯军方，会将其视为北约正式介入俄乌战场的信号，但实则不然。由于俄罗斯放的狠话大意为北约军机进入乌克兰领空之时，就是北约和俄罗斯开战之日。但是如果我们细究这番话，会发现，如果是 F-35的话，那么它在乌克兰的领空之外就可以探查到战场前线的目标，这并非空谈，而主要是得益于梭鱼强大的电子战能力。首先一点就是 AN/ASQ-239 梭鱼电子战系统使用了机内内埋天线，这些天线一般是埋在 F-35蒙皮内的共性天线，天线面积较大，直接可以让其在更远的地方压制目标。其次就是 AN/ASQ-239 梭鱼电子战系统的算法更先进，天线技术更新，可以使用比之前更少的天线模块来对抗更远的目标。根据 BAE 的纸面数据来说， ASQ-239 对射频信号探测的有效作用范围可达 482.8 公里，并可在 217.26 公里的距离上对敌方射频传感器进行精确定位，其坐标定位精度足以引导 AHIM 高速反辐射导弹对敌方射频信号辐射源进行攻击，并且 ASQ-239 还可以定位空中辐射干扰源，并且通过数据链将火控参数输入 AM-120 导弹，执行打击预警机的任务。那这个距离意味着什么呢？如果 F-35放在波兰和乌克兰的边境线上，也就意味着它最远可以探测到基辅附近的电子目标。如果它在土耳其一侧的黑海公海上空飞行，则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亚速海上空的任何飞行物纳入到自己的电子对抗范围内。而且更绝妙的是，实际上俄空天军并不知道 F-35究竟是否越界，因为 F-35作为一架五代机，和之前任何一种电子战飞机的区别是，它具有相当程度上的对雷达隐身能力。这就意味着 F-35也许可以深入乌克兰上空执行任务，而俄罗斯防空雷达或者是预警机则根本无法探知距离如此之远、反射面积如此之小的目标。所以根据这条梭鱼的能耐，俄罗斯2架 A50U 惨死的谜团又揭开了一点。如果根据火力军对第一架 A50U 是死于 AM-120 空导弹的推测来说，那么极有可能是从土耳其美军基地起飞的 F-35悄悄接近了亚速海附近，
通过自己卓越的电子探测能力，定位了俄罗斯 A50U 预警机的位置，并且将坐标数据回传给了乌军的 F-16战机，为 F-16的突袭扫清了最后一块战争迷雾。此时 A50U 正因为电子干扰慢慢靠近乌军实控线一侧，然后随着导弹的发射，一切都尘埃落定了。当然，这个故事也许还有其他版本，比如 F-35的电子战能力引导的是爱国者或者其他什么导弹。但是毋庸置疑的是，此次新加坡防长泄露的信息，让俄乌战场上很多未解之谜都有了盖棺定论。不过，这个堪称实锤的消息对于乌军来说也是喜忧参半的，因为针对于 F-35的远距离电子支援，俄罗斯一定会展开疯狂的报复，而这样的战局要走向何方，还是要等待时间来给出解答。法国公司将量产新型120毫米炮弹，美国 M1、德国豹二战车都可以用。3月5日，马克龙在访问捷克时，再次提出不排除向乌克兰派遣部队，并且表示在援助乌克兰时，欧洲国家不应该成为胆小鬼。针对马克龙的说法，德国国防部部长皮斯托留斯当天表示，马克龙的言论在解决乌俄战争问题上没有任何帮助。就二者的言论来说，火力军觉得都没有问题，不过还是希望北约的援乌更实在一点。乌军现在需要的是弹药、防空以及远程打击武器。法国 KNDS 公司宣布，其新研发的碎片120毫米炮弹完成作战测评，即将进入大规模量产阶段。其采用了更轻量化的合金材质，在提升炮管寿命的同时，还能保持高抽速。2023年10月9日的时候，法国 KNDS 公司发布了勒克莱尔坦克52倍镜120毫米滑膛炮发射 SHARD 的实弹打击视频。使用勒克莱尔发射时，弹药初速能达到每秒1720米。如果是55倍镜的豹二发射，初速可以达到每秒1734米。其新型的轻量化3定芯弹托，结构质量更轻，再结合加长的碳化钨穿甲体，优化的尾翼之后，可以降低穿甲弹的千米降速。与 EURNCO 开发的低侵蚀炮管的双级发射药配合，可以产生更大的能量。与现役主流的脱壳穿甲弹相比，能减少约 25% 的炮管消耗，并提升 15% 的穿甲能力。法国当前的 OFL-120F2 预估穿身水平为在2000米的距离上击穿580毫米到616毫米的均质钢，新炮弹的性能则是在此基础上性能再加 20%， 也就是在2000米的距离上击穿696毫米到739毫米的均质钢，最低都超过了德国 L55A1 滑膛炮发射的 DM63 穿甲弹，接近 DM73 穿甲弹的水平。最高穿身还甩开 DM73 一截，接近美国的 M829A3 穿甲弹。而且钨合金粗长杆材料刚度更高，在应对重型爆炸反应装甲的时候效果更好。虽然 SHARD 的穿甲稍微低了一点，但是实际击穿坦克装甲的能力可以说与 M829A3 相当，甚至是更强，可以说是世界第2的水平。SHARD 将替换法军现有 OFL-120F2 型穿甲弹，并且符合北约标准化协议规格，适用符合北约标准的120毫米滑膛炮。美国的 M1、法国的勒克莱尔、德国的豹二、意大利的公羊以及半人马2型等装甲车都能用。更重要的是，这款弹药不受美国国际武器贸易条例的出口条例的限制，可以直接向原厂进行采购。另一边，英国也在为乌克兰生产苏式装甲车的零部件。库克防卫系统公司正在与博文坦克博物馆合作，重新考古式研发苏式坦克车的零部件。乌俄战争爆发之后，俄军频繁袭击乌克兰的基础设施，其中又以军工厂为最，已经可以说乌克兰的国防工业已经瘫痪，没办法生产 MTLB、BMP 以及 T72 的履带和驱动链轮。于是英国国防部就把这个问题交给了库克防卫系统公司。目前该公司已经与伯文顿坦克博物馆合作，找到了苏联时代的图纸，只是不太完整。还有来自乌克兰以及坦克博物馆的履带样本，然后对 MTLB、BMP 以及 T72 进行逆向工程。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开发的钢合金需要符合最初的苏联规格，并且将锻造和焊接部件重新设计为铸件。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测绘容易，静态展示也不可能有问题，但是真跑起来会出现什么问题就不好说了。毕竟锻件改铸件性能差了不少，而且改工艺后还需要保证成本与寿命的均衡，这就比较麻烦了。只能说英国的思路没什么问题，
现在的乌俄战争拼的就是后勤。乌克兰的国防工业瘫痪，但还有北约的援助，相比之下，俄罗斯就难受了。为了保证战场的持续进攻能力，俄罗斯已经动员了其国防工业，增加了现有设施的班次，并扩大生产线，甚至之前封存的工厂也已经重新上线。就产量来说，的确会增加，就比如战车、导弹。不过问题是，这种增加是有限制的，在俄罗斯为前线士兵提供的坦克与装甲车中，大约有 80% 都不是新生产的，而是从库存里翻新。这就意味着，虽然俄罗斯可以在2024年之前保持稳定的产量，但是到2025年就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翻新了。到2026年，库存估计就空了，交付给前线士兵的军用车辆会大幅度减少。在导弹方面，俄罗斯很依赖欧洲的零部件。乌俄战争爆发之后，北约对俄罗斯进行了一连串的制裁，俄罗斯没办法从欧洲直接进口零部件，只能在其他国家偷偷买，效率可想而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俄罗斯在零部件方面进行了额外投资。但是电子元件这东西不是想生产就能生产的，当前的俄罗斯只能保持稳定供应，而不是扩大生产。同时在弹药制造方面，俄罗斯也有很大的问题。为了实现在2025年取得重大领土收益的梦想，俄罗斯国防部评估了在2024年制造或采购约400万枚152毫米以及160万枚122毫米炮弹的工业需求。得到的结果是，除非建立新工厂并投资原材料开采，要不然弹药制造不可能提高产量。在2023年，俄罗斯152毫米炮弹的产量大约也就100万发。这也就意味着，为了保持前线的进攻，俄罗斯需要找外援，比如伊朗、朝鲜、白俄罗斯等等。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朝鲜已经给俄罗斯送了不少弹药，但是援助行动好像已经结束了。这点火力军也聊过，之前运送集装箱的货船已经没动静了。就算是朝鲜使用铁路援助俄罗斯，也没办法弥补俄罗斯在2025年的缺口，更别提朝鲜的炮弹有很多都是哑弹。所以俄罗斯想要在2025年取得重大突破，只能是想想就好。好了，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自己的见解或者看法，欢迎在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视频再见。